人类发现南极200多年，南极为何不属于任何国家？世界上国家众多，对于争夺土地这种事情，自人类出现开始便已经存在了。领土是各个国家的人民赖以生存的地区。从历史长河来看，许多国家为了领土主权的相关问题争得头破血流。在200多年前，人类发现存在于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板块——南极洲板块。南极洲的发现无疑让人类感到十分惊喜，但直到现在，南极洲还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南极洲顾名思义，位于地球的最南端。南极洲也是人类最晚发现的一个板块。第一个发现南极洲的是俄国的海军。1820年，俄军在进行航行探测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板块与其他板块大有不同。这个板块的覆盖面既不是岩石，也不是土壤，而是冰川，且这个地方的温度极低，人迹罕见。而后，在1940年的时候，美国的威尔斯探险队也来到了南极洲，并以探险队的名字来命名南极洲。很快，新发现的板块便引得了各国的好奇心与占有心，许多国家都登上了南极洲，并打算将其占为己有。但由于南极洲环境的特殊性，各国不仅无法轻易地在此处开战，甚至在南极洲小住一段时间都是一件难事。由于南极洲位于地球的最南方，所以南极洲一年四季能吸收到的太阳光能很少，南极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冰川覆盖的状态。在南极洲最令人受不了的还是极低的温度。南极洲一般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在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100摄氏度。所以虽然现在各国都在南极洲建立了科研基地，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常年生活。按道理而言，出现了新的领土必然会引来各国的争斗，但现如今的南极洲却依旧还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其实当初很多国家都对南极洲虎视眈眈，最先提出这块领土归属于自己国家的是英国。1908年，英国登上南极洲，率先宣布英国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有着主权。1912年，日本在南极洲部分地区插上旗帜，将其称为大和雪原。面对这样的情况，其他国家纷纷开始争夺南极洲的领土主权。英国、法国、阿根廷等7个国家还为此进行了战争。所有国家对于南极洲都保持着一个势在必得的态度，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但最终弄得伤亡惨重，也并没有分出一个结果。各国都不愿意退让，所以一直以来，南极洲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囊中之物。南极洲的主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纠纷，且争夺南极洲领土主权的国家越来越多。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12个国家召开了有关南极归属问题的会议。1958年，南极条约相关方案已经基本制定。1959年，南极条约正式签订。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各国能够在南极领土归属权的问题上各退一步，各国都可以在南极洲进行科研活动，但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在南极洲进行一切有关军事的活动。南极条约主要还是为了能够保证各国之间的和平，化解各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南极条约出现之前，各国为了争夺南极洲而争得头破血流的事情已经不再发生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之中。南极洲与北极洲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2大洲，对于各国的研究意义也十分重大，所以有了南极条约的约束后，各国都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科研上面。南极洲之所以会被许多国家所惦记，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领土归属权，更是因为南极富含着丰富的资源，像天然气、石油等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资源，在南极洲也非常多。
而像铜、锌、金以及金刚石等物质，南极洲也有着许多。这些资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即使是为了这些资源，各国也会拼尽全力去争夺南极洲。除去这些资源以外，南极洲还富含着大量的淡水资源。南极洲以冰川覆盖，而这些冰川绝大多数都是淡水。淡水对于人类而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各种工业的发展时，都会有着大量的需求。而现如今，水资源对于人类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缺乏的资源。所以，大量的淡水资源对于一些缺水国家也是十分重要的。南极洲虽然气候十分恶劣，不适宜人类长时间居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去到南极洲一睹这冰川的风采。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南极洲的溶解速度已经有加快的趋势，在未来很有可能南极洲便会完全消失，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希望有机会去南极洲旅游。所以如果能够拿到南极洲的归属权，那么便可以在南极洲发展旅游业，对于经济也有着一定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南极洲最为重要的意义还是在科研上。1983年，中国也选择加入到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之中。在1985年的时候，中国的南极洲建成了第一个南极考察站，是世界上第18个在南极洲上成功建成南极考察站的国家。中国在研究海平面上升问题和南极洲生态环境领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在未来，中国将取得更多重大成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过争夺领土的机会。最开始对南极洲虎视眈眈的美国与英国都成为了南极条约最大的维护力量。尽管南极洲在经济上还是在资源上，南极洲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一个国家的发展。自1820年南极洲被发现至今已有200余年，在南极条约的约束之下，南极洲成为了任何国家都无法染指的一片净土。而各国在南极洲上获得的科研成果是其他地方无法匹敌的。在南极洲还未消融殆尽之前，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一睹冰川的风采。